那天傍晚，我照常下班，开着车往家赶。天气阴沉，乌云低垂，似乎随时会下雨。今天比平时更闷热，我打开车窗让凉风进来，却感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寻常的凉意。街道上车流稀少，我不急不忙，放松地靠在座椅上，车内的音乐轻轻流淌。开了一会儿，我突然想起前方有一条捷径，那是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偏僻小路，可以少绕不少路程。虽然路况不太好，但晚高峰的拥堵让我心生厌烦，我决定冒险走这条路。转入那条小路后，周围的景象立刻变得阴暗起来。这条路两旁都是茂密的树林，树影随着微风晃动，像是无数双眼睛在暗中窥视。我加快了车速，想早点离开这片阴森的环境。突然，一道模糊的身影出现在车前的路边，我猛踩刹车，车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停了下来，差点撞到他。那是一个穿着破旧灰色大衣的男人，他站在路边，低着头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似乎在等待什么。心跳略微平复后，我决定打开车窗询问：“你还好吗？”他缓缓抬起头，声音沙哑：“能载我一程吗？”前面还有一段路，我走不动了。他的脸色苍白，眼神涣散，仿佛很久没有休息。我本能地感到一丝不安，但这条路如此偏僻，他若继续不行，恐怕会有危险。最终，我还是选择开门让他上了车。男人坐在副驾座上，车内突然变得异常安静，连车载音乐似乎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沉默所压抑。我心里有些发毛，但还是礼貌地问：“你要去哪？”“前面的村子。”他低声回答，依旧没有看我。虽然他言语模糊，但我记得前面确实有个小村庄，便莫再多问，专心开车。然而，随着车子继续行驶，我逐渐感到一种压迫感，四周的空气越来越冷，仿佛有股寒气从男人的身体里散发出来。车内的暖气调到了最高，却无法驱散这股彻骨的寒意。我悄悄瞥了一眼他，发现他的手在颤抖，皮肤白得异常，仿佛一张死气沉沉的蜡面。我开始感到不对劲，心中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，但我不敢表现出来，只能加快车速，盼着早点抵达那个所谓的村子。忽然，车灯照射下的前方出现了一团浓雾，像是从地面升腾起来。我放慢速度，试图看清前方的路况。这时副驾座的男人却忽然开口了：“不用担心，这里很安全。”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诡异，像是在安慰我，又像是在提醒我什么。“你说的村子还要多久？”我紧张地问。他没有回答，反而转过头来看着我。我强忍着恐惧，余光中瞥见他的眼睛竟然是一片漆黑，毫无生气，仿佛没有眼珠，只剩下2个空洞。我惊恐万分，手猛地抓住方向盘，试图不让自己失去控制。突然，车子像是撞到了什么东西，剧烈地颤动了一下。我下意识猛踩刹车，车子戛然停下。我双手颤抖着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心里告诉自己可能只是撞到了石头或树枝。我转头看向男人，他的表情却突然变得诡异起来，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抹难以捉摸的笑容。“你最好不要下车。”他低声说道。我的心跳加速，脑海中有个声音告诉我不应该相信他。挣扎了一下，我还是决定检查一下车况。我开门下车，雨水瞬间淋湿了我的头发和衣服，寒风扑面而来。我走到车前，弯腰查看，地上什么也没有，没有石头，没有动物，一切正常。就在我松了一口气的瞬间，我忽然感觉背后有一阵冷风掠过。回头看去，浓雾已经包围了整辆车，雾气如鬼影般在空中游荡，似乎正向我逼近。我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，连忙打开车门，坐回驾驶座，发动引擎，打算尽快离开这里。可是引擎发动了几次都没有反应。我一边猛踩油门，一边大骂着老车的问题，心中的恐慌不断加剧。男人依旧坐在副驾座上，微笑着看着我，像是在欣赏我愈加慌乱的模样。“没用的。”他轻轻说道，声音冰冷，毫无感情。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终于忍不住大喊。他没有回答，而是缓缓抬起一只手指向前方。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发现前方的浓雾中隐约浮现出一些人影，这些人影越来越清晰，慢慢地靠近车子。我僵住了，无法动弹。这些人影没有面孔，只有模糊的轮廓，似乎是在低声呢喃着什么，
逐渐围拢到车旁。我的脑中一片混乱，意识到这一切可能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某种无法解释的灵异力量。我拼命尝试重新发动车子，却无济于事。浓雾中的人影越来越近，车窗外可以听到他们的低语声，像是无数缠绕不去的幽灵在耳边低喃。你逃不掉的，男人的声音再次响起，带着一种无法忽视的威胁。我转头看他，突然意识到他的笑容变得更加诡异，甚至有些变形了。他的嘴巴越张越大，眼睛变得更加空洞，脸上的皮肤开始慢慢剥落，露出了下方腐烂的肌肉和骷髅。我惊恐地往后缩，几乎想要逃出车外，但浓雾中的那些人影已经完全包围了车子。放我走！我声嘶力竭地喊道，试图开门逃跑，但车门却像是被锁住了一般，无法打开。男人的声音像幽灵般缠绕在耳边，这条路只有一个出口。我疯狂地踩着油门，祈祷车子能够再次启动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尖锐的引擎声猛然响起，车子像被唤醒了一般，剧烈地震动了一下，随后猛然向前冲去。我几乎失控地握着方向盘，拼命转动，车子冲进浓雾，仿佛要挣脱这无尽的噩梦。我疯狂地加速，路边的树影不断从我眼前掠过，空气中的寒意越来越浓重。我不知道浓雾后面还有什么在等待，但我已经无法回头。突然，眼前的路面一片明亮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分岔口。没有时间犹豫，我猛打方向盘，选择了其中一条路。车子冲出浓雾的瞬间，我感到一股暖意重新包围了我。浓雾在后视镜中逐渐远去，而那个男人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最终，我开到了熟悉的高速公路，车流恢复了正常，浓雾不再追随，而车内也恢复了宁静。喜欢这则故事的话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每晚间的恐怖小故事哦。